古典吉他没有拨片，它是发声离心脏最近的乐器，拨动心弦的感觉。我5岁半学琴，就17岁到18岁这半年的时间，拿了3个冠军，大满贯。16、17岁，05年去了韩国演出，那套 DVD 在上传到外网以后呢，就极其轰动。随想曲24号帕格尼尼的这个视频就爆了，得了一个施耐德奖，在卡内基有一场独奏会，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经常被问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练琴的小孩是不是特别辛苦，没有童年？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童年挺快乐的，就是我记得我真的是顽皮的小孩，然后我妈妈就说你要坐下来静一静，选一个乐器。那时候我连吉他长什么样子啊，它声音是什么样的我都不知道，就懵懵懂懂的选了这个乐器，没有想到吉他之后就成为了我陪伴我一生的朋友。我们弹琴是要用右手的这个指甲和肉的一个结合嘛，我的指甲很硬，可能是小时候吃了很多海鲜，补了很多钙。青岛的古典音乐氛围一直蛮好的。我的启蒙老师原来是在铁路局工作，没有条件去买乐谱，他会在那个香烟的壳上手抄，慢慢就有一些小的天赋出来了。我老师说你应该去北京，我是8岁半去北京学琴，就开始跑课，就晚上8点上车，早上5点到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乐在其中，因为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呢只有2个名额，我们叫做代培生。我记得正式生的学费是8000，代培生呢3万5，绝对不是一笔小数字。当时我妈妈问我说：“你真的想要走这个路吗？”我想了想，我说我一定。所以她说：“那行，那妈妈支持你。”14岁参加了维也纳的国际青年吉他比赛，弹，然后我就没有任何期待，我就去6街去了，吃了冰淇淋，吃了巧克力什么的。回来的时候他们说：“哎，你拿冠军了。”美国的巴洛克教授呢抛来了橄榄枝。巴洛克大师是我从小听录音膜拜的偶像，前前后后在 Peabody 跟他学了有12年。09年组这个专业的2重奏，叫北京吉他2重奏，也时刻提醒着观众和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中国的艺术家。在18岁之前，我是一个比赛心态，觉得自己天下第一啊。但后来18岁以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其实还有那么多不足啊。有几年的时间，我记得我在台上特别难受，非常紧张，手也发抖。巴洛克他就不厌其烦的会给我校正我这个方向盘。这一路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和知识，所以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呢都传授给我的学生。现在我也知道，就国内家长们都很卷嘛，对吧？小孩学乐器的非常多，美国的小孩打童子功比较少，但是家长也没那么卷。所以这2个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哪个更好。我觉得我妈妈做的比较好的一点，她知道什么是放手，她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，她就不再过多的参与。她还曾经跟我说一次，她说妈妈让你学琴呢，不是为了让你赚大钱，就是让你每天开心。但是其实音乐这条路是非常的吃资历，吃这个人生阅历、文化沉淀，它不是一个青春饭。当我体会到更多的人生情感的时候，我才有可能把这些情感注入到音乐中表达出来。只要能每天弹琴，这是我的理想生活。